种恐惧不来自鬼怪，也不来自意外，而是来自枕边人的沉默。1986年，杨德昌用一部恐怖分子像一把刀插进了都市生活的心脏。这部电影拿下了金马奖最佳剧情片，但它的拍摄现场比剧情还要折腾人。因为杨德昌对原来的剧本不满意，临时拉来编剧陈国富救场改稿，而且是边拍边改。室内拍戏时，陈国富就在隔壁房间写对白；室外拍戏时，他就窝在导演的车里改稿。导演一喊咔，他马上递上新写的台词。等到电影终于杀青，他只留下一句苦笑：那段日子除了电影一无所有。不只看热闹，更要看门道。欢迎来到观影悟道。黎明时分，台北在晨光中逐渐苏醒，长街上警笛声此起彼伏，像这座城市不安的心跳警示着暗处藏着危险。电影就在这样一个清晨拉开序幕。接着，导演用平行镜头同时带出三组看似毫无交集，但又命运紧紧捆绑的人物，他们互不相识，却会因为后续的一通电话、一场恶作剧，彻底走向毁灭。我们先把这三组人的身份、关系、处境讲讲清楚。第一组人物，摄影青年小强和爱读书的女友。小强是热爱摄影的城市青年，性格冲动，好奇心强，整天拿着相机，痴迷捕捉街头的精彩瞬间。他的女友安静内向，喜欢读书，沉浸在文字世界。天刚亮，女友还窝在被窝里睡觉。小强起床洗漱时，听到外面接连不断的警笛声后，立刻拿起相机冲出门。他想拍到刺激的大场面，完全没意识到自己即将拍下的是一场命运悲剧的开端。与此同时，街头已经乱作一团，画面里出现男子中枪倒地，有人疯狂逃窜，枪声、狗叫声响成一片。第二组人物，男主角李立忠和他的妻子周玉芬。李立忠是医院检验科的基层检验师，老实、刻板、守规矩，一辈子追求稳定，生活枯燥乏味，不懂浪漫，不懂精神交流，是最普通不过的中年老实人。周玉芬是出版过作品的作家，敏感、有追求，渴望精神共鸣，被婚姻和生活压得喘不过气。两人是同床异梦，精神早已隔绝的中年夫妻。同一时刻，李立忠和周玉芬的家里气氛压抑，周玉芬正被小说创作瓶颈折磨，痛苦、焦躁，近乎崩溃。李立忠完全无法理解妻子的精神痛苦，只会敷衍安慰。写个小说怎么会变成那么要命的事呢？他察觉不到妻子心里的火正在熄灭，更看不到两人之间越来越大的裂痕，随便安慰几句，就像往常一样出门上班。第三组人物，叛逆少女舒安和她的男友大顺。舒安是叛逆、空虚、冷漠的边缘少女，没有是非观，以捉弄别人为乐。大顺是她的男友，两人一起开设非法赌场，坑蒙拐骗。警方这次围捕的目标正是舒安和大顺，因为没交房租，也没打点好房东，他们被房东直接举报。刑警组长老顾带队赶到现场。我们以为是间小赌场，结果一开门就几枪。他们有几把枪？不清楚，应该呼叫武装的来嘛？已经呼叫过。话音刚落，砰砰两声枪响，赶到现场的小强自然不会放过这次出片的机会，对着枪响的方向一顿猛拍。就在警察上前驱赶小强的时候，混乱中，大顺扶着舒安跳楼逃跑，警察注意力全被大顺吸引。而舒安趁机躲起来逃脱，却在逃跑时摔断了腿，一瘸一拐逃离了现场，最后晕倒在马路上。而刚刚这一幕恰好被影片中三个关键人物同时遇上。上班路过的李立忠开着车，与受伤的舒安擦肩而过。追着舒安拍照的小强对着他疯狂按下快门，巨大的球形储气罐矗立在居民楼间，像一个沉默的预言，把整座城市的压抑、孤独、暴力全部压缩在体内，随时可能爆炸。舒安被小强送到医院治疗后，他的母亲把他接回了家。面对这个胡作非为的女儿，母亲爱之深责之切，打了他一顿，还将他关了禁闭。舒安本就叛逆、空虚又无聊，被关起来后没事可做，便随手翻着电话簿打电话恶作剧。他一会儿装可怜少女，一会儿装嚣张太妹，一会儿冒充情人，用谎言戏弄伤害陌生人，把别人的痛苦当乐趣，却从没想过自己随手打的一通电话有可能会毁掉一个家庭，逼死一个老实人。另一边，李立忠所在的检验科，老组长突发心脏病去世，组长的位置空了出来。科室里的同事围在一起闲聊，有人说老组长生活太单调，精神太紧绷，一有点小事就缓不过来，还有人传言老组长在外面有女人，被太太发现了。李立忠认定老组长一走，凭资历和能力，这位置非他莫属。为了确保能升职，他做了一件违背良心的事，主动去找主任，一方面表达自己热爱这份工作，想挑更重的担子，另一方面他举报自己多年的好朋友小金
说之前仪器标售出问题，全是小金的错，跟去世的老组长没关系。他为了上位，不惜出卖朋友，污蔑别人。主任听了他的话，当场让李立忠代理组长。李立忠高兴得不得了，以为正式升职只是时间问题，甚至提前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周玉芬，天真的以为事业变好就能稳住平淡的婚姻。可他不知道，周玉芬早就对这段婚姻绝望了，因为写作不顺加上生活压抑，他主动联系了自己的旧情人沈维斌。沈维斌成熟体贴懂情趣，还特别欣赏周玉芬的写作才华，主动邀请她去自己公司上班，一直陪在她身边安慰鼓励她，给了李立忠从来给不了的精神陪伴。两人也很快旧情复燃，干柴烈火。周玉芬回到家，面对死水一样的婚姻，彻底没有了任何留恋。抽着烟的她听到李立忠回家的声音，立刻把烟掐灭，表面上维持一个好妻子的形象，心里却萌生了离开他的想法。被关在家里的舒安翻到了李立忠家的电话号码，随手就拨了过去。他熟练地假装成李立忠的婚外情人，语气笃定地对周玉芬说：“有些事情要解决，我们当面谈。”周玉芬没多问，直接约好地点，答应会到场。周玉芬本就对婚姻不满，这次她没有问丈夫李立忠，直接相信了舒安编的谎话。她叫上沈维斌，赶往舒安所说的那个地址，那个地方就是影片开头那间引发枪战被查封的赌场，如今被一个男人租了下来，就是摄影师小强。自从上次拍到舒安的照片后，小强就迷上了他，甚至可以说是爱上了他。他把房间改造成暗房，一直在等舒安出现。周玉芬敲开门，只见到一个陌生男子，根本没有所谓的情人。回到家中，周玉芬没有哭闹，也没有质问，只是安安静静地收拾着书籍。她告诉李立忠，自己已经找好了房子，准备搬出去住，并打算重新开始上班。李立忠彻底慌了，一头雾水。我是哪一点又错了？哪一件事情我不是听你的？你说话嘛，你跟我讲嘛。可周玉芬心意已决，她直白地告诉他：“你到现在还是不懂，你永远不会懂。你每次不是误解我，就是责怪我。当初结婚，以为那是一个新的开始，想要生孩子，也以为那是一个新的开始，重新写小说，也希望那是一个新的开始。决定离开你，为的也是一个新的开始。我跟你讲这些有什么用呢？你会懂吗？”说完，他打包行李箱准备离开，行李箱关不上，还是李立忠帮忙关上的。两人拥抱后，周玉芬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个家。另一边，舒安腿伤痊愈后，心思开始活络了，趁着他妈午睡，偷偷溜了出去。她假扮成站街女，勾搭上一个男人去了酒吧，玩了一会儿后，又到了宾馆。趁男人洗澡时，她正要偷钱，却撞上了老江湖。浴室的水声只是烟雾弹，男人一直暗中观察，显然对此类把戏早已司空见惯。男人解开皮带准备教训舒安，结果舒安抢先一步，用刀刺伤了他。惊惶出逃的舒安四处躲藏，最后跑到了小强租的房子里。他一进门就撞见自己那张巨大的拼接照片，极度的震撼与体力透支，让他当场昏厥。而守株待兔的小强终于如愿以偿，接管了这个从天而降的女神。妻子离家后，李立忠既痛苦又迷茫。单位主任看出他不对劲，问他是不是跟老婆闹了矛盾，老婆离家出走了。李立忠硬撑着面子说，他只是想换个环境写作，过阵子就回来。可实际上，他每天都在等电话，盼着周玉芬能回心转意。后来，周玉芬写的小说得了奖，消息传到李立忠耳朵里，他以为这下皆大欢喜了，妻子事业有了起色，心情好了，自然就该回家了。他满心期待地找到周玉芬，想接她回去。可此时的周玉芬和他已经是天差地别，两人根本不在一个轨道上。他冷漠地告诉他，自己还是想离开。李立忠听完，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一样，愣在那里。周玉芬一脸决绝，抽身离开。小强和舒安度过了一段短暂而亲密的时光。小强从舒安口中知道了很多事，包括他乱打恶作剧电话，破坏别人家庭的行为。对舒安而言，这个痴情的男孩不过是他躲避现实的临时落脚点，他的心从未真正为他停留。趁小强睡着，舒安甚至偷走小强的相机换钱，去找男友大顺。可他在相机店老板的小弟那里得知大顺已经回来了，便不再需要换钱当做路费。最后他良心发现，把相机还给了小强。小强刚拿起门口的相机，看到舒安的男友大顺骑着摩托车来接他，舒安毫不犹豫地坐上车，彻底离开了小强。小强看着他们远去，转身回到暗房，一把扯开遮光布，让阳光和风肆意吹进来，吹打在舒安的照片上。他用这种方式宣告这段关系就此结束。之后，小强回到自己的大别墅，原来他是个富二代，他吃饭、游泳、
短暂调整了一下，又回到了那个爱读书的女友身边。直到有一天，小强在报纸上看到新闻，周玉芬的小说得了文学大奖，小说内容写的就是一对夫妻因为一通匿名电话导致婚姻破裂，最终酿成悲剧。小强瞬间恍然大悟，他终于把所有的事串了起来。周玉芬就是书安恶作剧的受害者，而李立忠正在一步步变成周玉芬小说里的悲剧人物。小强觉得自己必须说出真相，阻止悲剧。他立刻打电话到李立忠家，接电话的正是绝望的李立忠。小强没有隐瞒，一五一十地告诉李立忠，那通电话是书安瞎打的恶作剧，根本没有情人，一切都是假的。李立忠得知真相后，立刻去找自己的警察朋友老顾，想通过老顾找到书安，当面把事情弄清楚。随后他赶到周玉芬的公司，想要向她解释清楚一切，自己根本没有出轨，一切都是误会。或许那通电话是让我怀疑过你，但这个不是重点吗？你懂不懂？你连真的假的你都不分了吗？不要讲了！李立忠听罢瞬间爆发，情绪失控的想要强行把周玉芬拉回家。周玉芬在沈维斌的保护下挣脱开来，留在了原地。李立忠无可奈何，只能转身离开。很快，李立忠又迎来了致命打击，因为妻子的事，他经常请假，主任需要他的时候他都不在，关键时刻掉了链子。单位正式公布新任组长名单，主任没有提拔他，而是选了更年轻的小薛。李立忠如同被雷劈中，为了这个位置，他出卖朋友，丢掉尊严，违背良心，结果什么都没得到。他在办公室门口等主任要说法，秘书却说主任不在。他站在楼下，眼睁睁看着主任就站在窗边。这时他才明白，主任一直在办公室，只是不想见他。得知自己的婚姻、尊严、事业全被毁掉，李立忠彻底精神崩溃，自己已然成为了妻子笔下那个被逼疯的恐怖分子。他像行尸走肉一样来到老顾家，灵魂像被抽空了一样。有件事情要告诉你，今天啊，新任组长的人事命令终于在今天发布了，主任选了我，现在我已经是正式的组长了。那好啊，你已经等了很久了，应该庆祝一下。喝点酒怎么样？啊？酒桌上，李立忠有一搭没一搭的应着，心里却无比麻木悲伤。天亮后，老顾还醉倒在床上，李立忠眼带泪花，拿走了老顾的配枪。影片随即进入高潮，李立忠先在单位门口射杀了没提拔他的主任，随后闯入沈维斌家中，开枪干掉了他。接着他来到卧室，用枪对准周玉芬，却只打碎了他身旁的镜子，并没有杀他。之后，李立忠四处寻找舒安，最终在一家宾馆房间里，他恶狠狠地盯着他。就在这时，警笛声大作，老顾带队赶到。就在破门而入的瞬间，一声枪响震碎了所有幻象，所有暴力复仇的画面瞬间消失，回到现实。原来那些复仇场景全是李立忠死前的幻想，真实的结局更加残忍。他没有杀任何人，独自走进老顾家的浴室，对着自己扣动了扳机，鲜血流入浴池，蔡琴的歌声悠悠响起，请假装你会舍不得我。镜头切到周玉芬，她感到一阵强烈的恶心，俯身呕吐起来。影片没有交代原因，不知道是怀孕还是内心的愧疚与不安，只是用这段沉默而压抑的画面为整个悲剧画上句号。整部电影里，3组核心人物被命运绑在一起，他们象征着旁观者、被困者、施暴者，他们互不理解，彼此伤害，共同构成了杨德昌笔下冷漠而残酷的都市。一通恶作剧，一场破碎的婚姻，一次冰冷的职场背叛，最终把一个老实本分的中年男人逼到举枪自杀。杨德昌告诉我们，真正的恐怖分子不是打电话的舒安，也不是举枪的李立忠，而是城市里无处不在的冷漠、疏离与无望，是这座像高压储气罐一样的城市，悄无声息地碾碎了每一个认真活着却被生活抛弃的普通人。现代社会总告诉我们，一份好工作，一段按部就班的婚姻，一个体面的中产阶级身份，就能获得安全与秩序。但杨德昌的镜头告诉我们，这种外在的秩序本身就是最大的恐怖源头。它吸干了人内在的生命力与交流能力，将人异化为执行家庭美满和事业有成指令的提线木偶。当李立忠每天在诡异的暗红灯光下机械洗漱时，他压抑的情绪已在暗涌。当这套虚假的秩序破碎时，滋生的便不是秩序的恢复，而是更大、更具毁灭性的混乱与暴力。电影里，人物间的沟通渠道永远处于信号丢失状态。李立忠对周玉芬说：“写个小说怎么会变成那么要命的事呢？”他完全理解不了妻子的精神痛苦。小强面对女友撕照片的哭闹，全程沉默，只用“我永远不回来了”代替一切解释。现代都市拥有无数媒介，电话、相机等，
但这些媒介非但没能拉近距离，反而成了孤独的放大器。舒安那通恶作剧电话就是最好的例子，明明听到了声音，结果却是一场更大的误会和灾难。电影里没有绝对的恶人，真正恐怖的不是某个具体的暴徒，而是所有人都在都市丛林里无意识的作恶，这些行为叠加在一起，才酿成了悲剧。舒安那通匿名电话也许只是无聊时的恶作剧，却轻易击碎了一个中产家庭。李立忠为了升迁出卖多年的朋友，在他看来不过是职场必要竞争，没觉得自己在害人。周玉芬执意离开丈夫去追求自我，表面上是为了理想，其实也带着极端的自私。她同样没意识到自己在伤害对方。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利益做选择，谁都不觉得自己是坏人，但每个人都实实在在地伤害了别人。本期恐怖分子解说完毕，欢迎点赞、评论、分享，你的一键订阅是我们剪片人最后一点理智的来源。我们下期再见。